这个屈原，王儿本想让他去全县锻炼他，却未曾想，生出如此事端。这有何难？杀了他便是。你若不杀他，不怕南平众怒吗？王儿也是担心此事。于律，屈原屈由必死，但是于情，若是王儿不在乎众朝臣的悠悠之口的话，大可以豁免。杀与不杀，全在王儿一念之间。律法和人情，孰轻孰重，王儿要三思啊。这么说，屈原这一关是过不去了。难呐，律法面前岂容私情？再说景颇一直在抓我们的把柄，这一回可算被他逮着机会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本来还想着与屈原联姻，这下倒好，惹上牵连了。要不退婚吧？哼，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只是现在退婚，你让这满朝的大臣如何看我赵和？难道为了这颜面，要牺牲女儿的终身？女儿的终身固然重要，但我赵家的颜面也同样重要。你开门，放我出去！这丫头如何又叫嚷起来？怎么了？家主、主母、少主他要见你们。我当什么事儿呢？请他过来就是了。喂。唉，这2天也是难为这孩子了。那也是他咎由自取。要是让霞儿知道，苍云被我们赶出了招府，只怕霞儿她接受不住。你，家主，少主来了。霞儿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爹，娘，孩儿今天有一事相求，你们若是不答应我，我坚决不起。起来说。我要见苍云。苍云，绝对不行！你们将他赶出招府之事，我已尽知。那也怨不得爹。怨与不怨，都已过去。女儿如今只想再见他一面。绝对不行！爹，你就忍心看着女儿伤心吗？那就请恕女儿不孝了。霞儿，霞儿，你疯了！就算是疯了，也是你们逼的。我，你就应了霞儿吧。
曲县公好，好，曲县公好，好，曲县公这是给您的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曲县公哎，好，曲县公好，好，好，曲县公好，好，哎，好，曲县公好。曲县公真是深得人心呐。那当然了，好官坏官，百姓们心里清楚。希望接下来再无波澜。你这是关心我？谁关心你了？我曾经说过，要给百姓一个新的权限，畏首畏尾，岂是我灵君所为？捏泥人喽！捏泥人！只是有一个人的心，我始终未得。唉，只怕你这辈子都得不到。犹未可知。捏泥人喽！捏泥人喽！哇，嘿，哇，这个真有趣，嘿。小鸭子喜欢吗？啊，太喜欢了。喜欢什么样的？我给你捏一个。要捏个像我这样英勇的。好，没问题。给，好了。谢谢。捏泥人呢？哦，七仙公，莫愁姑娘，要不我给你们两个也捏一个？真的可以啊。当然可以了。好啊。姐姐，你看他在对我笑呢。真像。拿下！走！喂！喂！你们为何抓我？带走！走！仙羽哥哥！别！我知道啊！屈原！什么事啊？把屈原公给抓走了！这位大哥，借你的马衣哦。放开我爹！老实点！放开我！啊！莫愁！令君，令君，你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公然袭击县尹！哎，别跟他们说了，快走快走！抓住他们！你是何人？我是谁？你管得着吗？我还没有问你是谁呢。莫愁，他是谁？他是我全县的百姓。给我上马！你是谁啊？凭什么带他走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怎么？父亲带儿子回家不可以吗？我父亲。可是，你就算是父亲，也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啊！这已经很轻了，以后再慢慢跟你解释啊。云儿啊，上马！哦。放心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走。去。这。去。父亲。
少主，少主。怎么样，找到他了吗？少主，幸亏家主把你和苍云公子分开了。什么意思？那个苍云现在整日混迹于酒肆之中，一点文人样子都没有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亲眼所见，这还能有假啊？是我们昭家害了他。来，买大赔大，买小赔小啊！买大赔大，下注！买定离手了，买1赔10啊！现在赶紧下啊！买定离手，开！哎，买小赢了啊！小。嗯，苍公子，这样可不好。我压的本来就是小啊。苍公子，你若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可就玩不下去了啊！你们要干嘛？走！你们要干嘛？你说呢？你们要干嘛？我看你今天是找打！放开！住手！啊？这姑娘谁呀？这就对了嘛，愿赌咱就得服输。来啊，继续，买大赔大，买小赔小啊！来，下，买定离手啊！买大赔大，买小赔小啊！苍云公子，此事真的不关少主的事。那又怎样？我苍云如今已是半个废人，莫非你想跟我走不成？只要你愿意，我跟你走。少主，你可不能再犯糊涂了。当日之事错过了，就没有第二次。所以你就如此消沉下去吗？过几日，便是文学侍从擢选之日。你既有心参选文学侍从，为何就不愿一试呢？我已经参选了这么多次，失败了这么多次，你非要看着我再多失败一次吗？失败一次又如何？我喜欢的苍云，是一个敢于担当的男子，而不是一个一遇到挫折就低落消沉的无用之人。只要你参选成功，我再求我爹答应我们的婚事。
没事没事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公然袭击县尹！怎么，父亲带儿子回家不可以吗？我父亲。还在想屈原的事情？爹，你说，他们为什么要把屈原抓回郢都啊？哎，抓他的人是他爹，你担心什么呀？自是家中有事相商啊。爹带儿子回家，为何要那样大动干戈？听说屈原和屈大司马一直不对付，或许他又是惹他爹不高兴了呢。莫愁啊，你还记得爹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你跟张元、马元在一起都行，就是不能和屈原在一起，你们不是一条路上的。爹，这话糙理不糙。什么是门当户对？那屈家是什么地位？咱家是什么身份？屈原对咱们多有照顾，不过是可怜咱们是渔民罢了。友儿，喝点水吧。趁你爹没回来，你到旁边去歇会儿吧。为什么让我哥跪地上？元儿，母亲，我哥为什么要跪在这里啊？你随我来。跪下！面对屈家列祖列宗，你做错了什么事？说！我没错，我不会娶招碧霞的。你还有脸说成亲的事？你和全县的女子任性往来，暂且不说，我就问你，你为什么要伤人性命？你抓我回来是为了这件事啊？这事儿已经捅破天了。元儿，快跟你爹认个错啊！母亲，我们杀的是恶霸，为民除害。为民除害，轮得到你吗？父亲，见义勇为是每个男子之所当为。如果父亲碰到了恶霸欺负百姓，莫非会任之由之吗？你瞧瞧，你瞧瞧，满口歪理邪说！跪下，给我好好反省！跪下！中官，不知大军叫本官前来何事？您进去就明白了，小奴也不太清楚。大军，陈廷礼到了。你先下去吧。喂。昨日以来，布谷一直在想屈原的事。你是当朝廷里，律法之事你最清楚。依你看，屈原该当何罪？禀大君，彼臣在朝堂上已经说过，杀奴无罪，杀平民死罪，杀贵族诛3世，杀王室诛9族，朝臣杀人，罪加一等。可是，屈原毕竟是当今第一诗人啊！大君的言下之意是要保屈原一命啊！布谷并无此意。友儿都已经跟我说了，依我看也不能全怪他们。人家命都没有了，还不怪他们？
禀家主，说，昭大人来了。周大人，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。喂，君子，待会儿你让昭公在大军面前为元儿多多美言几句。毕竟屈昭两家如今可是有着姻亲之意。事情若都像你想象的那样，早就万事大吉了。昭大人请。昭公啊，徐公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徐公如此客气，赵某反倒不习惯。哈哈哈，严重！来，请坐。来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哦，灵君还不曾回来吗？在祠堂里跪着呢。哎，这孩子呀，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平日里只识舞文弄墨的他，竟能做出杀人的事来。哎呀，不说了。是我屈伯庸教子无方，教子无方啊！赵大人，元儿的事，还麻烦您在大军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毕竟屈赵两家现在可是姻亲。屈夫人，请放心，此事赵某绝不会不管。只是此事，赵某思来想去，还真是有些难办呐。如今景颇当着大军和满朝大臣，把这事抖了出来，此事。此事恐怕还真是不好回旋呐。我早就说了，元儿就不该去当官，好好的去全县当什么官呢？不该不该！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死了算了！哼！其实要救元儿，倒也不是没有办法。赵大人，你说，只要能救元儿，让屈家做什么都行。这事儿呢，是两位公子同时犯下的。若是大军知起罪来，恐怕两位公子的性命都保不住。赵公，那您的意思呢？赵某的意思是说，能保一个，算一个吧。屈兄啊，屈夫人，此话赵某本不该提的，只是确实没有他法。再说，如果像元儿这样的人才没了，赵某都心疼啊。这屈原毕竟是一县之尹，为了区区小事，就要治他死罪，未免太过苛刻了吧？大军，若无重典，焉能治事？布谷明白，布谷都明白。可是现在死者已死，就算是治了屈原的死罪，那死者也不能复生啊。依布谷看，不如让屈家拿出些钱财，去补偿死者的家属。陈卿以为如何？大军，若补偿钱财，多少为一样。鄙臣以为，再多的钱财也难偿人命。难道真要让屈原为一个平民而死？大军不可循私情而罔顾律法。你，陈轸啊，你何时能变通一下？臣身为廷里，凡事皆以律法为准绳。臣若变通，将置处律于何地？那如果布谷非要保屈原一命呢？那大军就是置朝堂重臣泱泱之口于不顾，置楚国律法于不顾。出去！臣告退。此事我绝不能同意。可事到如今，还能怎么办呢？我们养育尤儿这么多年，我也是有感情的。可是人毕竟是他杀的。你这是陷我于不义。你如何不义了？当初他爹的死，原本就是和你并无瓜葛。不管怎么说，此事我绝不答应。你让我如何面对死去的司马安将军呢？可事到如今，
又能怎么办呢？明天他们2个就要去见大军了，你为了你的仁义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你的亲生儿子被治罪吗？他当初敢做，如今就应该敢当。他可是我们屈家唯一的血脉，莫非你要让我们屈家绝后？到时候你又如何跟屈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呢？我相信，祖先在天有灵，会同意我今日的决断。君子，不用再说了。如何治罪，咱们让大军论处吧。苍云的腿是怎么回事？没想到你和爹竟然如此狠毒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当初我一再给他机会，是他自己不知珍惜。若依着我年轻时的性子，我早就直接要了他的性命。你是楚国大臣，国之同心，想要他的性命当然容易。只是苍云如果不在了，你也将失去你的女儿。你这是在威胁爹吗？霞儿不敢。霞儿只想问爹一句：你为何屡次反对我和苍云在一起？就为了和屈家联姻，谋求您的令尹之位？霞儿，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你身为堂堂昭家少主，怎么可以跟一个门客在一起？如果他有功名在身呢？哼！就凭他吗？不是你爹小瞧了他，他恐怕还没那个本事。好，待他入朝为官之时，我看你还有何话说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君子，我们先不提此事了。屈原带回来了吗？早知屈原如此，我们当时就应该应了霞儿，同意他跟苍云在一起，免得现在他每天见到我们，都跟仇敌一般。就算没有屈原，我也不允许他和那个苍云混在一起。你身为堂堂昭家少主，怎么可以跟一个门客在一起？我原本想求取功名，在昭家一待就是数年，只愿有朝一日能够明显于朝堂。可如今呢？你们昭家是怎么对我的？问问他。如果他有功名在身呢？不是你爹小瞧了他，他恐怕还没那个本事。乙儿啊，你在那儿瞎鼓捣啥呢？都半天了。我要好好练剑，将来像蚩尤哥哥一样为民除害。好，你把本事练好了，将来我和你姐姐跟着你享福。你们就等着吧。这次死的是刘歪嘴家的奴才，这事儿不好说呀。
律法无情，只怕……不可能的，我相信屈原一定没事的。况且谁都知道，人是蚩尤杀的。蚩尤，不是他一家人呐。那到了朝堂上，这说得清楚吗？尤儿，快起来吧。饿了，这是娘亲自给你做的点心。元帝吃吗？我给元帝送下去。不用了，尤儿，娘有话要跟你说。尤儿，这些年，娘对你怎么样？娘，您说这些做什么？您是我娘，对我当然好。来，吃吧，先吃。那我先吃了。这次，你和元儿在全县出的那件事情，娘，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做错，是那个恶霸欺人在先。娘知道，娘全都知道。可是这件事情出来以后，总该有个收场，不是？元儿她从小就身子骨弱，又这么小离家去了全县，她一个人在外面，连个家人照顾都没有。娘只要想到这儿，心里就特别不好受。娘，你不用多说了，我都想好了。人是我杀的，这事由我来担着。其实这件事即使娘不说，我也知道，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，总比两个人一起要好。尤儿，你不会怪娘吧？瞧娘说的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要不是你们收养我的话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尤儿，你是娘的亲儿子。娘，请恕孩儿不孝，不能再侍奉您和父亲。孩儿走了以后，您和父亲要好好保重身体。娘对不住你，尤儿。你长得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女子。你认识的女子？那你把她找过来看看啊！油嘴滑舌。这个女子找不来，因为她就在我的梦中。其实我就是屈原。屈原，你这么着急的回郢都，不会出什么事？元帝，哥，我来慰问你了，我们喝点。
是哥最疼我了。那是自然。咱们呢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是死是活，明日再说。来，来。你别说，跪一天，整个腿都麻了。对功不错嘛。你干嘛呀，哥？你一直跪着也不出声，我以为你自己偷着练了。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杀的那是恶霸，既然杀的是恶霸，我为何要认错？对。明日朝堂之上，咱俩谁也不能认错。那是自然。明天在朝堂上，我会当庭跟大军辩论。开辩不说，就你这身子骨，从小就那么弱不禁风，这要是在大堂上挨2下打，还不哆哆嗦嗦的屈打成招啊？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，哥！就算大军要治罪，大不了我们兄弟俩一起受罚。好，当你的大哥呢，是我最高兴的事。来，喝酒。这酒偷出来可不容易啊！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你竟然敢偷爹的酒！如果爹要扒了你的皮，别怪我。来。好吃吗？我说，那就多吃点。大军，臣已将2个逆子带来，请大军处置。怎么不跪下？屈原、屈游，你们认罪吗？屈原无罪。屈原不知自己所犯何罪。屈原，你身为全县的父母官，草菅人命，唆使兄长行凶为恶，如今证据确凿，你想抵赖不成？请大人，屈原杀的是恶霸，为民除害。一派胡言！分明是你和屈游仗势欺人，欺压百姓。大军，我元帝说的没错，他无罪。人是我杀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干的。元帝也是事后方才知情。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屈游已经知罪，请大军责罚，但此事与元帝无关，还望大军不要追究元帝之过。既是如此，来人！慢！大军，此事罪不在家兄。元帝，哥，你何罪之有？起来，起来吧！请大军治我的罪。大军，列位大人，那个昭远杀了怀着孕的渔妇，此等恶霸，难道不该处置吗？那渔妇不过是奴而已，难道也要治罪吗？列位大人，如今你们吃的、喝的，是谁人给你们做的？你们现在站于大殿之上，养尊处优。若是没有奴，诸位就会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了吧？哼，这奴啊，原本就该伺候我们，否则我等何必再圈养他们呢？就是。你们圈养了奴，那我问你，请问你会种田吗？你会盖房子吗？到底是你们养了奴，还是奴养了你们？同人不同命，自古皆然。是谁规定的同人不同命？你们整日对奴呼来唤去，你们可曾想过，那些奴和我们一样，同是存活于这世上之人，他们也有生老病死，他们也有父母兄弟。我们的命是命，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如果他们的命不是命，那你告诉我，
他们的命又是什么？这个。大军，屈原认为，贵族的命是命，奴的命同样是命。给后人